嗨，大家好，我是精锐居居，陪你成为智慧型投资人。今天我们要来开一个新的主题频道，叫做投资新手速成攻略。这个主题呢，我会教一些投资新手的一个基本知识帮助你成为智慧型投资人。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来今天的第一集分享吧。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蒙格，他曾经说一句话 ：“To the man with only a hammer, every problem looks like a nail。”他的中文直接翻译是：拿着铁锤的人，他看到什么都像是钉子。其实它的寓意呢，就是如果呢你只有单一的思考模型，那么你看到什么东西，你都只会用同一种方法去解决。就好像你手里只有拿着一把锤子的工人，他只知道用一条路，就是钉钉子来去解决，来去做事情。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那条条大路都可以通罗马的。面对投资的含义呢，是如果你只懂得投资一种工具，就好像我们在空头市场，你还只会做多股票，像最近股灾，你还是只会做多股票，那你当然只会赔钱了。但是如果呢，你增加你的思考模型，你增加你的投资知识，那你自然就可以在不同的市场更容易的获利赚钱。看完查理蒙格给投资新手的建议后，你应该可以更清楚的知道了解所有的投资工具是多么的重要。那到底市场上有哪些投资工具呢？我就来列给大家看。1. 房地产， 2. 股票， 3. 指数基金， 4. 股票型基金， 5. 债券， 6. 外汇， 7. 大宗商品， 8. 虚拟货币， 9. 衍生性金融商品。哇，你看到这9大商品，你一定都吓一大跳，很多其实你都没有看过，大部分知道的就是房地产与股票。那其他投资商品又是什么呢？没关系，接下来这些投资工具我会一一的来做介绍。1. 房地产，房地产其实就是房子与土地那它需要的金额很大，而且买卖频率很低，因此它常常有不动产之说，它其实就不好买卖。所以你在投资房地产之前，你一定要评估自己可以负荷的能力再投资房地产。而你如果想要赚钱的话，就是你要比别人更早知道哪边即将有重大建设，如百货公司饭店大卖场 Costco 只要有这方面很确切的消息，等到未来这些重大建设盖好了，那你的生活机能变好了，房地产自然就会涨了。2. 股票，股票简单来讲就是持有公司的部分的权利你持有一家公司的股票，你就要把自己想成是公司的经营者来去持有。如果公司持续获利成长越来越多，它资产就会变多，那你的股票自然就会涨了。3. 指数基金，指数基金呢，在台湾就是加权指数，在美国就是道琼指数 SP500 等等，它本身它只是一个数字，它并不是什么商品。而指数基金其实就是用很多的成分股来去让它的绩效尽可能跟着指数很接近。那指数基金其实不好买卖，它必须要有一个申购的方法。那在现在已经科技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呢，你已经可以透过这个基金线上交易平台做申购买卖。目前台湾主要的平台有钜亨基金平台、基富通平台、先锋基金网等等，我会把这些平台的链接放在下方，有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参考。那投资这些指数型基金呢，就是要获利，就是在于你持有指数的国家，它的经济成长要不断的成长，你的指数才容易上涨。4. 股票型基金，股票基金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 ETF， 那它其实跟指数型基金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在股票市场就可以很自由的买卖，所以它比指数基金更方便进行买卖。在台湾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台湾500050它代表着台湾最好的50家企业所以这50家企业如果营运成长的话，这个 ETF 就很容易上涨，那也是很常大家听到的懒人首选的投资工具。5. 债券，债券其实就是借据我们投资债券就等于是自己是开银行然后去借钱给别人债券一般分2种一种是政府公债，另外一种呢是公司债。那我们的投资型保单呢，大部分就是投资政府公债。
而你市场上常常听到的高收益债券，其实就是投资公司债。政府公债呢，就是借钱给政府，它的利率通常比较低大概比定存好一点。但是因为它不容易倒，所以大家都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很稳定的投资工具。而且呢，在金融市场很不稳定的时候，政府公债通常都容易大涨。公司债呢，就是我们市场上常常听到的垃圾债券它因为要借钱要筹资，所以它利率通常会较高，可是它当然就会伴随比较高的风险，因为它可能比较容易倒。6. 外汇其实就是其他国家的货币我们出国常常听到人家讲换汇，就是外汇的意思，就是把我们自己国家的钱换成别的国家的钱投资获利的关键就要在于说，你投资的这个国家它的经济成长比较好，那它就可能币值就会比较涨。但是呢，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通常美金跟日币都有比较好的一个保值的效果。7. 大宗商品是一个有形的一个资产，通常用作生产货品或者是服务的原料，如原油、黄金、玉米等等。投资这些商品主要的获利方法就是靠供需法则当这个商品它的需求比供给大的时候呢，价格就比较容易涨。如果这个商品需求比供给少很多，商品价格就自然就容易跌。8. 虚拟货币是一种电子货币它并不是银行或者是政府发行的货币，它是虚拟的。但是呢，因为现在呢技术越来越发达，有区块链的技术，它其实可以转账未来搞不好还可以买实体商品常见的虚拟货币有比特币、以太币、莱特币、瑞波币等。它的这个获利方式呢，就是价差。那如果人认为说这个它可以取代现有的钞票的时候，它就容易大涨。但是因为它其实不是政府认可的一个资产，其实风险是相对比较高的。就衍生性金融商品就是从我们刚刚上面讲的这8种商品再衍生出来的一些这个连结标的的一个衍生性商品。它通常都是要不是加了杠杆，要不然就是有时间消耗的一个价值，像是保证金交易、选择权、期货、VIX 恐慌指数、风控型 ETF、杠杆型 ETF。 我们在台湾其实最常看到就是任何后面有加正2或者是反1的 ETF。 投资这些商品它其实主要就是要赚这个快速的波动，它只适合短线的交易可是它因为具有高杠杆性，还有就是具有时间消耗的价值，它对于新手投资来讲是绝对不能碰的商品，一碰可能就很快就毕业，甚至倾家荡产所以即使是投资老手，我都只建议放 10% 以下的资产，才不容易失先锋。好，以上就是市场上最主要的9大投资工具，你都有基本的认识了吗？接下来的投资新手速成攻略影片，我会再针对每一个投资工具适合的投资时机以及投资方法做更详细的介绍。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了解，别忘了按下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才能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有任何投资理财上的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我会收集最精华的几个问题来制作影片回答各位。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